同学你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摄影艺术创作的相关知识。今天我们讲讲主体。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所谓的主体呢，是指画面当中的主要的被摄对象，主题思想的主要的体现者。那么主体呢，一般来讲是画面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往往是表达内容的中心，也是结构画面的中心。所以呢，大家对主体的处理，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主体必须要突出。下面我们就给大家来讲一讲，怎么才能够保证突出画面当中主要的被摄对象。那么经过人们长期的实践和研究，人们总结出来有一些常见的构图的样式。那么按照这些构图的样式，在常规拍摄情况下，或者是在初学摄影的时候我们去按照这种样式呢去处理主体的位置，主体就容易突出，画面就容易显得均衡稳定。所以呢，今天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几种经过前人总结的，可以供大家借鉴和参考的常见的构图的样式。那么第一种构图样式呢，是大家最常见的、最基本的，叫做黄金分割构图。那么在这种画面当中，讲究的是把画面分成3等份把被摄主体放在分割线的位置上，它就是容易突出，容易使画面这个均衡稳定的一种处理方法。在黄金分割的基础之上，直接演变而来了第二种大家比较常见的构图的样式，叫做9宫式构图大家可以看到，黄金分割构图呢是把它分成3等份，然后呢9宫式构图呢把画面分成9份在2条纵向分割线的基础之上，增加2条横向的分割线，把被摄对象放在这个分割线的交叉点上，或者是放在这个分割线上，是比较容易突出的这样一种做法。这2种构图样式都是在传统的摄影和绘画当中被人们运用和遵循的比较多的2种构图方法。那么中国传统的绘画比较讲求一种构图的方法中国传统绘画很多是一种横幅的长卷，那么它的画幅呢往往是横的比较长，竖的比较短。那么它的讲究构图的主体处理的位置呢，讲究3七停，或叫3七开在3:7的位置上是处理主体的位置。那么这种比例呢，跟我们这个黄金分割讲的这个 1.618:1这个比值是差不多的是差不多的。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画面，这张画面呢是一个摄影作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影像的风格上，还是从画幅的比例上，都有模仿中国传统绘画的这样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毛驴车，这个主体对象就是在一个所谓的3七开的这样的位置上，比值算下来以后呢，其实和这个黄金分割的比值是差不太多的。那么这张画面是我拍的，是2006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拍摄的一张作品。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画面呢，在构图上也是比较严格的遵循了黄金分割的做法。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位置，包括这个地平线的位置，都是遵循了黄金分割的做法。当然呢，这张画面唯一可说的在摄影方面值得一说的，就是那个树底下出现了比较黄的那么一条线。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当时我们拍摄的时候天空当中有云，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并没有马上就直接拍，而是抬头看了看天上的云，然后呢等了一会儿，等天上的云飘到我们的头顶上来，然后呢画面前景的位置处在云的阴影当中，而树以及它周围那一片区域呢，正好处在直射阳光区域所以这样的话才会出现一个树底下那出现亮亮的那么一条。之所以要做一个近暗远亮的这样一种处理的效果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比较好的体现画面的空间透视。第3种常见的突出主体的构图的样式叫做 S 型构图。大家看这种构图呢，它比较适合拍摄那种本身具有蜿蜒曲折线性特征的事物，拍小河呀、小路长城山峦沙丘
或者包括拍那种海岸线啊等等这样的景物，它比较适合用 S 型构图。那么这种构图往往需要注意2个方面。第一，它往往要结合俯拍角度，因为只有俯拍才能看到线条由近向远的延伸变化。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线条的发端，它往往要从画面的左下角或右下角出来，然后向着对角的方向蜿蜒延伸而去。那么 S 型构图，我们来看这张画面。这张画面的题目叫做河道弯弯，这是一幅典型的 S 型构图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条河流的线条从画面的右下角出来，蜿蜒延伸而去，而且在这个天光时间来拍摄，水面的反光比较强，陆地呢反光能力比较弱，陆地的部分显得非常的简化。第4种常见的构图样式叫做对角线构图，把被摄主体放在对角线上，或者是接近对角线的位置，比较有利于突出主体，比较有利于画面的均衡。这种构图样式呢，在实践运用当中用的是很多的我们看这样的画面这张画面是一个典型的对角线构图的这样一个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片雪原当中，这个马拉帕里走过的这条路，在画面当中就是一个对角线。当然，这个画面呢，除了对角线构图之外，它还有几个比较值得肯定的摄影的方面它用了比较低角度的这样的光线低角度的光线带来了长长的投影，这样的话可以使得画面当中虚实明暗有致，可以使画面的层次显得比较丰富。第5种常见的构图样式叫做对称式构图。作为中国人，大家呢都应该比较熟悉这种对称。这种对称无论在建筑当中，还是在传统的绘画当中，我们大家用的或者见的都比较多。那么在摄影画面当中，人们也经常会用到对称式的构图。那么对称式构图在摄影画面当中有2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适合表现安静、稳定、严肃、庄重的主题；另外一方面，它容易使被摄对象显得比较的死板，比较的缺少变化，比较的没有生气。那么这2点呢，谈不上哪个是优点，哪个是缺点，主要看大家怎么来用结合你的主题怎么来用。那么对称式构图有多种样式，一说到对称，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种中间对称，拍摄一个中间对称体，它的中轴线和画面的中轴线相重合，左右对称，这是我们大家最常见的。那么这种构图呢，我们见的也多。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这是拍的在美国，它的对称式构图大家一看就可以很明显。当然这个画面呢，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在一个单幅的静止的画面中间，给大家展现了这个场景一天从早到晚的时间的变化。右边是朝霞满天，画面的中间是日当正午的，画面的左边是夜幕降临，在一个静止的画面当中展现出时间的变化，这个还是有创新意义的。对称式构图除了在图片摄影当中大家会用到，其实呢在影视摄影当中大家也经常会用到。那么2005年中央电视台曾经拍摄过一个大型的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叫做《故宫》。那么这个纪录片呢，也开创了中央电视台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这样的大片时代。那么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因为拍摄的是故宫，因为这个片子的主题讲的主要是明清的这样的发展史所以说呢，画面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对称式构图的这样的画面我们从里边截一些图来给大家看，就是一个对称式的拍的故宫的这样一个城门楼子。故宫纪录片当中出现了很多这种金銮殿上表现大臣们上朝的这样的场景，那么大家看也是采用了对称式的构图的方法。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使得这个封建王权的那种威严那种庄重被很好的表现出来。那么除了在纪录片当中、电视片当中人们会用到对称式的构图，在电影当中人们也会用到。那么在电影当中把对称式构图发挥到极致的作品，就是张艺谋导演
早年拍摄的这样一部作品，叫做《大红灯笼高高挂》。巩俐扮演的四姨太第一次进入到乔家大院，大家看她进来以后啊，画面的起伏是一个对称式的这样一个影背墙。随着她往前走，镜头缓缓拉开，出现落幅，落幅是一个月亮门啊，巩俐一直在沿着中线在走。镜头切过来，大家看她还是处在中轴线上，画面还是对称的。随着老管家和巩俐演的四姨太两个人的这种在大院里边的走动啊，然后呢给大家展现了这个乔家大院的基本的结构。大家看，又是一个对称式的画面，穿过厅堂还是对称啊。通过这样的拍摄方法，让大家看到了这样一个乔家大院它的一个基本的建筑的特点，它是一个对称式的这样一个大院。通过这种对称式的构图、对称式的画面，很好的反映了这种封建大家庭讲规矩、讲礼教啊。同时呢，又给大家隐喻了这样几个女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里边，这种压抑的、这种悲剧的、这种沉闷的这种气氛。所以说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它是把这个对称式构图两方面的特点都发挥到了极致。所以说呢，这个电影作品在摄影创作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有特点的。那么对称式构图的第二种样式是这样的：以画面的中轴线为轴，左右各一个东西，两个东西长得外形一模一样，我们称它叫对称啊。这种画面我们见的也比较多。大家看，在这样的画面当中啊，两个企鹅就是像两个小孩一样啊，一边一个啊，手拉手，是一个完全对称的这样一种拍摄的方法。那么对称的第三种样式，以画面中轴线为轴，左右两个东西啊，两个景物呢外形上并不一样，但是它们在内容上和主题上却具有明确的相似性或对比性。那么这种画面呢，我们依然把它看作对称，而且我们称它为宽泛的对称。像这样的画面叫做对话，传媒大学老的毕业生拍摄的这样的作品啊，一个大城市来到宏村旅游的这样一个摩登女郎和这个村子里边的一个传统的老妇啊，两个人在对话的瞬间，两个人的形象呢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形体上又有一些相似，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宽泛的对称。宽泛的对称还包括这样的画面啊，在这样的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画左和画右的两位老人形象具有明显的差异，但是神态呢却很相似啊，所以这样的画面我们也把它看作这样的宽泛的对称式的画面。对称式构图的最后一种样式就是上下对称。那么上下对称我们大家见的比较多的就是拍摄水中倒影啊，南方的同学可能会见得更多一些。水中倒影我们可以拍得很漂亮啊，很漂亮。这张画面叫做水乡怀想，大家可以看到拍摄于江西婺源的一个画面，门前一片水啊，背后的主体的景物呢是黑瓦白墙的这样的房子，前面有两个人，画面上下完整的对称啊，而且水中的影子呢微微有点虚化，所以整个画面看上去啊虚实相应，更给我们带来一种这个内心的意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好，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是几种突出主体的主要的这样的常见的构图的样式。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啊，这些构图的样式呢都是人们在长期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可以供大家在常规拍摄、初学摄影情况下借鉴和参考。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当成铁定的构图的死的法则啊！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可以这个违反这些常规，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呢，还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好啊，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主体的部分啊，怎样突出主要的拍摄对象。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几种常见的构图的样式，突出主体的这样的样式。第一种叫做黄金分割构图，又叫做三分式构图。第二种叫做9宫式构图。第三种 S 型构图。第四种对角线构图。第五种对称式构图。这些构图样式供大家在常规拍摄、初学摄影的时候借鉴和参考啊。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